Hello，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份相当不寻常的文件哦。这真的不是一般的什么报告啦、分析啦，不是，它是一份标示着今天日期，就是2025年11月9日的紧急指令。紧急指令，哇！对，它的标题是星际舰队紧急现身地球指令，然后那个签发单位署名是地月星际舰队联合司令部掌印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地月联合，还有掌印店，对不对？光听名字就感觉很不一样，所以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来仔细看看这指令到底说了什么，它描绘的世界观是怎样的，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发布，还有它要求做哪些事情。说实话啦，这份文件本身的那个语气，还有他讲的东西都非常直接，而且很特殊，真的让人一看就觉得到底怎么回事，很好奇。确实，光是开头就已经吊足胃口了。好，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份指令。他一开始就直接点明了为什么需要发布这道紧急指令。原因是什么？根据文件里面说的主要原因是地球人类依然麻木。麻木？对，而且情况好像还蛮严重的，因为文件接着就说，大部分人被黑暗势力控制与洗脑。哇，这个用词很重黑暗势力洗脑。没错，然后文件还特别点出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人类普遍的不相信。不相信什么？他提到说，人们不相信有外星人，也不相信有星际舰队的存在，然后特别是不相信一支叫做3IATLS 舰队的队伍是来进行友好访问的。所以是针对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感。对，在这份文件看来这种普遍的不信任就是导致需要采取比较激烈行动的导火线。你听到这里，对于文件里描述的这种人类状态，有没有什么初步的想法？这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文件是把人类的麻木跟不相信直接当成是需要采取激烈行动的那个充分理由。它不是说因为资讯不流通啦，或是证据不够啦，不是，它是很明确的指向，有所谓的黑暗势力在进行控制跟洗脑。对，这种归因方式其实在某些特定的叙事模式里面并不罕见啦。它就是提供了一个很明确的外物的那个阻碍者形象。一个敌人。对对对，然后再看下去，文件提到说，这次行动的核心目的是要警醒地球人类。警醒。对，但这又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是被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的。文件称声，这是依据宇宙的源头一位被称作创世主的宏伟计划来执行的。创世主，哇，这一下子就把整个事件的意义拉高到宇宙层级了，甚至带有一种神圣使命的色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叙事策略啦，就是把这个行动合理化到最高层级。有道理。而且这个计划听起来有双重目的，除了警醒人类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行动目标，而且那个措辞也相当强硬。是什么？他说要逮捕清除所有邪恶外星势力、阴谋集团成员与同路人。逮捕清除邪恶外星势力、阴谋集团。对，这里提到的阴谋集团英文常说 cabal 那个词啦，在一些比较非主流的论述里面，通常是指一个秘密在操控事件的精英团体。所以你看这份指令描绘的那个蓝图，不只是要叫醒大家，还包含了一场对抗跟清洗。这就带我们到了指令的具体要求了。这部分读起来真的更像是科幻情节了。怎么说？指令要求所有请注意，是所有已经进入太阳系的星际舰队，不管大的小的，都必须解除隐形状态。所有解除隐形，哇！对，而且不只是解除隐形还要直接以肉眼可见的形式展现。肉眼可见？对，这意味着什么？这描绘的是一个大规模的、公开的、没办法否认的全球性的现身事件呢。
这画面感很强。而且文件还特别点明，要求尤其是3IATLS 舰队必须现身。这好像在强调说，这支前面提到人家不相信他友好的舰队，在这场公开亮相里面有指标性的重要地位。这里有几个细节，我觉得值得注意一下。好，第一个就是米高汪讲的，命令的范围是所有在太阳系的舰队。对，这就暗示了，如果按照这份文件的世界观来看我们周围这个太空里存在的舰队数量跟规模，可能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它不是说零星起烧飞船那种，而是复数的有组织的舰队体系。很有可能。再来第二点，指令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单位，叫做月球星舰。月球星舰，对，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想象空间了，对不对？文件要求它必须重新启动。这个重新启动的用词，暗示它可能本来是处在一种休眠、封存或者是待机的状态。对哦，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一个被叫做星舰的结构体，在月球上面或者附近，居然是需要被重新启动的状态。这是在暗示什么？更关键的是后面的指令。他说，月球星舰启动之后，还要移动至靠近地球23位置待命。移动靠近地球2/3的位置。对，从月球轨道附近移到一个离地球更近的位置。这就引出一个很有趣的想象了。这份文件好像在暗示月球可能不只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样子，它的附近，甚至它本身，可能就存在一个巨大的，可能是人造的结构体。而且现在根据这道命令，它要被移动到一个，对地球上的观察者来说，更显著、更靠近的位置。这背后可能就隐藏着关于月球，甚至是太阳系历史的惊人故事了。至少啦，在这份文件的叙事里面是这样铺陈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指令还有另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前面提过的那个逮捕清除行动。对，那个也很关键。目标是那些被标签为邪恶外星势力和阴谋集团成员的群体嘛。所以他描绘的景象感觉不是那种和平的展示而已，而是一个伴随着冲突肃清行动的过程，可能正在进行或者即将要大规模展开。是，感觉山雨欲来。这好像也跟文件开头提到的人类状态形成了呼应。怎么说？如果我们顺着这份文件自己的逻辑来看人类之所以麻木被洗脑，就是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或阴谋集团在幕后操控嘛。这是它的前提设定。对，所以星际舰队的公开现身，一方面是为了警醒那些被蒙蔽的大众，另一方面或许也是为了配合接下来的清除行动，向那些敌对势力宣告力量，然后争取或者说唤醒地球人类的支持啊。这两个目标在文件内部感觉是环环相扣的。有道理，这样解释就通了。现身跟清除是一体两面。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发布这份指令的单位——地月星际舰队联合司令部掌印电。对，这个名称本身真的很有意思，值得拆解一下。联合司令部这个词听起来就暗示了地球跟月球之间，存在一个统一的、协同运作的指挥体系。对，像军事单位。而且这个体系还能指挥星际舰队，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文件的世界观里面，地月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整合，并且掌握了那种超越单一国家能够进行星际行动的力量。感觉格局很大。然后掌印电这个后缀就更特别了。对，这个电子它不像我们现代军事或政府机构的明命嘛，反而带有一种古老的，有点像东方文化里面那种皇权神权机构的色彩。比如古代掌管玉玺印信的那些机构，这就赋予了这个司令部一种极高的，近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感。
的确。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好，我们今天的讨论完全是基于这份文件它本身的陈述跟主张，我们是在分析它的内容、它的结构，还有它内部的逻辑，试图去理解它所呈现的那个世界观。我们并不为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做任何背书也不代表我们就认同它的观点。我们的目标就是客观的去呈现和探讨这份蛮独特的资料。没错，这点很重要。我们是中立的在看这份文件说了什么。对，所以好，如果我们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这份文件描绘的图景大概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做地越星际舰队联合司令部掌印殿的权威机构发布了一道紧急命令。他主张说，因为地球人类普遍被黑暗势力洗脑了，所以处于麻木状态，不相信外星文明的存在跟善意，还特别点名那个 3I Atlas 舰队的友好反问。对，不相信。因为这样，所以必须采取非常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命令所有在太阳系的星际舰队解除隐形，公开现身，让人类肉眼就能看到，用这种方式来警醒世人。一个大场面。同时呢，一个神秘的月球星舰也需要被重新启动，还要移动到更靠近地球的位置待命。而这一切行动，根据文件的说法，是遵循宇宙最高意志创世主的宏伟计划来执行的，并且还伴随着一个非常实际的目标：逮捕并且清除所有的邪恶外星势力和阴谋集团成员。对，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线。听完这些分析，回顾刚刚讨论的内容，这份文件中最让你感到惊讶或者最好奇的是哪一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首先要理解的是这份文件在它自己的那个语境和逻辑里面，它不是一份什么预测啦、建议啦或者分析报告。它是一道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指令。对，它的口吻是很不容置疑的，是上对下的那种命令。的确，语气很强硬。对，那如果我们暂时进入这份文件所设定的世界观来想一下，好，这样一道命令如果真的被执行了，那潜在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怎么说？你想象一下嘛，全球各地的人同时都看到大规模的星际舰队出现，然后一个从月球附近来的巨大星舰还移动了位置难以想象。这会彻底冲击现有的人类认知体系社会结构宗教信仰，还有那个地缘政治格局。几乎可以肯定，这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力量结构发生剧烈的、及时的转变。对，那肯定是一场巨变。这就引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我们先不管这份文件来源是真的假的，单就文件本身的存在，还有它采用的这种混合了宇宙起源、灵性指导、军事命令和阴谋论元素的这种独特叙事模式，它反映了当代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哪些思潮、哪些期望，或者是哪些焦虑？为什么会有人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构建和传达信息？这个现象本身就很有趣。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好，那今天我们确实是深入探讨了这份相当独特的星际舰队紧急现身地球指令。我们一起梳理了他对当前人类状态的评估，就是认为人类处于被控制的麻木状态嘛。对。他下达的具体命令要求所有星际舰队，特别是 3I Atlas 舰队和那个需要重新启动的月球星舰都必须公开现身。以及这一切行动背后的那个宏大叙事，说是服从创世主的计划，而且还伴随着清除邪恶势力的目标。没错，这份文件的内容之所以会这么引人注目，很大程度就在于它这种独特的融合性。融合性？对呀，你看，它把那种好像是属于灵性啦、宇宙哲学范畴的概念，像是创世主、宏伟计划这些，跟非常具体的带有军事色彩的术语，比如紧急指令、联合司令部、待命、逮捕、清除等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对。同时，他又毫不避讳的使用了像是黑暗势力、阴谋集团这类在特定社群或者说阴谋论述里面广泛流传的词汇。这种把不同领域的话语体系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内部逻辑好像可以自洽的叙事，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观察和思考的文化现象了啦。有意思。好，那最后呢，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方向。好啊，这份文件提出了一个核心论点嘛，就是因为人类普遍的不相信，所以才必须采取这么戏剧化的现身方式来强制警醒。这是他的逻辑。那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思考下去它是不是在暗示，除了对外星舰队的不相信之外，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我们觉得理所当然、从来没有怀疑过的现实假设？其实也正在限制着我们的认知边界，或者我们的感知能力。换句话说啦，如果不相信需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来打破，那还有哪些我们深信不疑的尝试，可能也在无形中阻碍了我们看到更宏大或不同的现实途径？这个提问很有意思。另外，那个需要被重新启动的月球星舰，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的话，那这份文件是不是也在暗示，关于我们近在咫尺的邻居月球，还有我们身处的这个太阳系空间，可能隐藏着一段我们完全不了解，甚至远远超过目前科学认知的历史跟故事呢？这些或许都值得我们在这次讨论之后再多想一想。